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，中国同有关各方开展密集沟通，全力劝和促谈，推动局势降温。23号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外交部长王毅分别同巴勒斯坦外长和以色列外长通电话。在同巴勒斯坦外长马利基通电话时，马利基介绍了巴方的立场，衷心感谢中方主持公道，发出清晰有力声音，坚定站在巴勒斯坦人民一边，并向巴方提供紧急人道救援。王毅说，中方对巴方特别是加沙人民的艰难处境深表同情，中方强烈谴责并反对一切伤害平民、违反国际法的行为，呼吁立即停火止战，保障加沙民众最基本的生存条件。当前加沙民众最需要的是安全和食品药品，而不是战争和武器弹药。加沙地带最需要的是止战促和努力，而不是地缘政治算计。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承担责任，国际社会必须紧急行动起来。域外国家，特别是大国，应当秉持客观公正，为推动危机降温发挥建设性作用。王毅强调，中方呼吁尽快召开更具权威、更大范围、更有时效的国际和会，推动巴以尽快恢复和谈，并为此制定具体时间表和路线图。同一天，王毅还与以色列外长科恩通电话，科恩介绍了以方在巴以冲突上的立场和安全关切。王毅表示，各国都有自卫权，但应遵守国际人道法，保护平民安全。当务之急是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。王毅强调，希望巴以双方从当下及子孙后代共享和平安全的长远利益出发，尽快回到两国方案的正确轨道上来，恢复和谈。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没有任何私利，真诚希望巴勒斯坦问题在两国方案基础上得到全面公正解决，各方合理安全关切也因此得到真正彻底解决。中国这个立场是展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，而且现在中国提出的立场主张是直切巴勒斯坦问题的要害，同时呢，现在对加沙和西岸人道主义这个危机的降温有直接作用。中国呢，秉持客观公正这样的立场，那么呢，还站到了这个人类的道义和良知的一边，主持了公道。外界注意到，这是王毅在巴以此轮冲突爆发后首次与当事方外长直接通话。此前，针对巴以局势，王毅曾先后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、土耳其外长费丹、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、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等沟通，阐明中方立场，为冲突降级、劝和促谈做积极努力。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俊也自22号起出访埃及，并出席巴勒斯坦问题开罗和平峰会，并与阿拉伯国家开展穿梭外交，积极推动停火止战。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4号在记者会上表示，中方愿为推动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发挥重要作用。只要有利于推动对话、实现停火、恢复和平，中方都坚定支持；只要有助于落实两国方案，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全面、公正、持久解决，中方都将尽力而为。我们与国际社会一道，继续为此做出不懈努力。另据法新社报道，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前往特拉维夫，他是继美国总统拜登、德国总理舒尔茨、英国首相苏纳克、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等后，又一位在此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到访以色列的西方国家领导人。马克龙此前表示，希望能通过访问为该地区获得有益的因素。至于是哪些有益因素，他提到了以色列的安全、冲突避免升级以及恢复政治进程，以期实现两国方案。马克龙曾表示，坚定不移地支持以色列及其自卫权，但也呼吁以色列对加沙的哈马斯做出有针对性的反应，避免伤及巴勒斯坦平民。有观察就指出，马克龙此时访问以色列，除了展开外交斡旋，体现法国的大国地位外，也希望通过停以和关切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危机的平衡表态，缓解国内犹太和穆斯林两大族群的尖锐矛盾。他不希望这个冲突扩大，产生溢出效应。那现在呢，就是他也注意到这个平衡，也就是说，一方面表达了对这个以色列说这个行使自卫权的这个支持，但是更重要，
这个马克龙啊强调两国方案，这样的话呢，他就想要争取阿拉伯国家一大片，至少是他不愿意得罪阿拉伯国家一大片。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。陈先生您好。巴以冲突仍在继续，平民死亡人数在升高，但哈马斯释放2位高龄人质，似乎带来某种希望。那您怎么看巴以冲突今后的走势呢？主持人好，没错，2位高龄人质被哈马斯释放，以及呢第2、第3次人道援助车队进入加沙，都让人感到续写安慰，让人产生一点点希望。看巴以双方呢能否降低交战的烈度。美国总统拜登和英法德伊加领导人的呼吁，敦促以色列要保证人道救援物资能够进入加沙，似乎呢也有一定的效果。今天呢，获释的人质举行了新闻发布会，讲述哈马斯对待人质的情况，说呀，哈马斯呢还是很温和，人质有吃的，有床垫睡，也有医生给伤者治疗，看起来呢，人质没有受到太大的罪。传递给外界的信息是，哈马斯呢也是人。没有像以色列和美国描绘的那么邪恶，那么毫无人性。不过呢，高龄人质就说这10多天呀，就像在这个地狱中穿行。也可以这么说，给人一点希望的都是媒体挑选出来的亮点。现实层面上仍然是残酷的战争。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的时候放话说呀，打不败哈马斯，每个人都处在危险之中。以色列呢，必须决定性的战胜哈马斯。这也预示了今后的巴以冲突走势。一呢是尽可能对加沙平民提供人道援助，以此呢来换取人质释放，美西方呢就可以适度平息国内的愤怒。2是以色列军队仍在加紧做地面战的准备，等待时机发起攻击。3呢是针对城市作战的特点，以军攻击加沙可能不是大规模的作战，而是小分队多点出击，就像以军所说的多层次行动，从海陆空予以打击。其实呀，小股的以色列军队呢已经进入加沙，和哈马斯进行面对面交火。以军攻击加沙呢是迟早的事，人道援助物资被哈马斯截胡，很可能呢就是地面战开始的导火线。国际社会对政治解决巴以危机做出努力，王毅外长也同巴以双方及多国进行沟通。那您认为外部力量能促使巴以局势降温吗？国际社会对巴以冲突有2个阵营。一个阵营呢是联合国、阿拉伯联盟、中俄及多数发展中国家，呼吁巴以尽快的停火止战，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甚至是失控，保护平民，开展人道救援，并且呢按照2国方案实现巴勒斯坦人民的建国权、生存权、回归权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中国外长王毅都指出，切实落实2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出路。那么另外一个阵营呢，是美国、以色列以及英法德伊加等西方国家，他们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，支持以色列打击哈马斯及其他的巴勒斯坦武装组织，但是呢，要求以色列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，保护平民，并呼吁哈马斯呢立即释放所有的人质。美西方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，就意味着支持以色列进军加沙，只要不把这个巴以冲突扩大成中东战争就好，没有多少劝和促谈的意思。也就是说，国际社会并没有形成共识，所以呢，这个政治解决巴以冲突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。对此中国呢仍在不懈的努力。王毅外长同巴勒斯坦外长、以色列外长以及其他国家的同行密集的通话，希望秉持共同安全理念，来政治解决巴以冲突，落实2国方案，来实现巴以2国和平共存，实现阿拉伯和犹太民族的和谐相处。王毅呢有句话说的特打动人，他说：“加沙民众最需要的是安全和食品药品，而不是战争和武器弹药。加沙地带最需要的是止战促和努力，而不是地缘政治算计。”这呢直指美方的脊梁骨，指出他们对巴以危机拱火浇油的目的所在。可以说，随着国际社会的持续努力，随着各国民众对加沙人道灾难的深入了解，有可能促成巴以局势降温。但是呢，这个过程充满了艰难。过去几十年发生过大大小小的战争，人道灾难层出不穷，但就是没有落实2国方案，冲突循环往复。现在一样，大家呢对人道主义救援都毫无异议，但是
对如何实现巴以两国共同的和平和安全仍然存在较大的分歧。但愿这次呢，能让巴以和谈回归正规，能把两国方案切实地推进一步。